原本预计可能3月底这边会举办川习会的一个会面啦，那势必一定会谈到2个重要事情，台湾还有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的一个东西。那您认为，就是现在国际局势又有一点太多的变化了，你觉得你怎么去判断可能双方会在川习会怎么去提到这个议题？我觉得川习会目前看起来就是3月底4月初会发生，那双边已经在进行一个就是内容上的一个磋商。那我觉得台湾的问题一定会被提到，而且一定会是在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当场被提出来。那这个提出的方式有可能就是习近平对于这个川普军售这件事情，还有就是台湾问台湾的议题的这个美国就是说有点在某种程度上实质在支持各种台湾主体意识主权的这个方面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习近平会提出一些对这方面的不满。那川普现在就像你说的，到最近为止，我看他的整个气势又回来了，相较于2个礼拜前那个最高法院的关税判决的部分，我觉得他希望在进到这个谈判桌上的时候，他是气势是可以压过习的。那有可能在台湾议题上面，他会基本上会听，但是不会做出表示，这是第一个我们期待看到的。但最好的情况是2个都不提，都不提台湾，但是这个机会低。那我们就是最好，而且是我们可以接受的版本，就是习近平向川普 complain 台湾的议题，包含军售这些东西，川普不做表示。那第3个状态有可能是我们台湾的立法院到时候军售案还没有通过的时候，甚至于通过一个现在这个3800亿加 N 的版本的时候，川普非常的不满，然后他可能就会当场去答应习近平说，那军售的部分我们就再调整，或者是 modify， 或是 postpone， 或是 I'll think about it， 各种方式的去表现说这个军售不是一个紧急急迫的东西的时候，对台湾都是一个相当程度的伤害，这样子。那美中贸易战的部分呢？因为当然，台湾的这个事情跟美中贸易战，我们都必须要放在一起去看。那其实习近平也不断的强调，就是说他其实对台湾这个事情是最重视。那美国可能这边他还是有其他的态度。其实台湾人这边最担心的部分，还是可能会不会变成谈判筹码这件事情，我们会。我觉得应该要看这个谈判筹码要这样看，就是说我们是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 chip， 还是一个 negative 的 chip。如果说真的说一定是目前在这个交易上面，台湾是一个选项，那我们一定要让川普在他的脑海里面，或甚至于他想到台湾的时候，他是加分不是扣分。那这个加分就是目前对川普来说2件事情最重要，就是军售跟贸易。那如果这2件事情台湾内部都搞不定的话，那有可能在他的理解里面，台湾就是扣分的，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事情都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川普认为说我们和这个约都谈好了，而且在这个贸易协定上面你不上道，然后在军售上面过去几十年来的部分，台湾关系法都是这样，台美军售、军购都是这样的进行。现在突然丢出一个3800加 N 的版本，美方也没办法去进行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把我们变成是一个负分的一个筹码。当它是正分的一个筹码的时候，他会认为台湾是一个 asset， 是一个资产。但是它如果是负分的时候，它当然是随之可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其实刚刚的议题来去讲的话，台美贸易协议对等贸易协定这个部分，在2月中旬我们有签署，当然马上后来就又被美国最高等法院这边他们做了一个法律上面的推翻了。您认为接下来5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有没有办法谈到跟 ART 一样好的一个？我觉得现在所有事情都可能等川习会之后会有一个比较明朗的一个落地，然后尤其是在关税这个部分，因为
某种程度，这些所有的关税，目前最大的重中之重是跟中国这边的谈判，包含稀土的这个解禁，然后包含这个芬太尼，就是美国 care 的东西跟中国这个 care 的东西。我觉得如果川普他可以在这个跟中国谈判上得到某种程度的一个胜利或者得分的话，他有可能在关税上他会做出一些比较放宽的一个决定，因为对他来说，重点就是他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可以向他的选民或者是他的党内去证明说，他的对中政策是可以在中国剥削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设定里面是可以重新扳回一城的，那他就得分。那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关税状况是怎么样的时候，他会比较宽松的态度去看待。但如果这个跟习近平谈得不好，或甚至于被压制，或甚至于在某种议题上面做出让步，得不到他要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可能透过其他的工具再来施压其他的这个盟友，那这些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一切我们也就是说，现在还没 final 嘛，就是说，他们也美国内部也正在处理，就是说到底这个5个月过后，最后的 final 的版本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看之后川习会之后的变化。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灰色战术这一部分，灰色地带行动这边部分来去讲。那你之前其实有在美国国会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海缆断掉这一件事情，其实每一天其实都造成大概5500万的损失，因为台湾就是一个科技的很重要的国家，然后又牵动到非常多半导体啊、伺服器啊、PC 这些都牵动到。您有认为就是说，美国政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态度有多高？还有就是他有没有办法拉拢其他的国家这一边？其实我在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听证里面，我的证词也提到说，就是有3个对美国国会的一个建议，就是说第一个先通过台湾海底电缆韧性法案，然后这个是由这个台湾挺台派的小组的参议员叫 John Curtis 已经提出来了，现在躺在这个参议院里面，那应该可以 push 它进出来通过。然后第二个就是现行的这个海缆的国际公约是1884年的时候划分的，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这些光纤海缆，那个时候还是一般的这种海缆，然后传输的这些资料量跟它的重要性跟全球的绵密度也就是已经基本上差很多了，所以应该是要重新的去启动这个国际海缆公约的再谈判，或者说重新的再修法或修这个公约，然后美国这边的确是可以扮演一个角色的。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我在我的证词里面有提到，很多这些破坏海缆的这些船只，他们是商船或者是渔船，那他们就是在各国的这些注册的这些国籍，其实都非常的混乱。那其实应该要有一个组织，它去统一的规范说，你的就是有点像说就是金融诈骗、金流，然后跟人流，还有它的公司注册的这等等的方向，应该做统一的一致的规范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是台湾这边，第一个就是说海巡这边它要加强巡逻，然后针对海缆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廊道去进行跟盟友之间的共同巡逻 joint patrol， 那这个我也在国会里面有提出。那再来的话就是现在几个海缆的接收站是台湾2大这个大都会区，我知道一个是在高雄，但我不确定另外一个在哪里。但是我们应该要开始分散这些风险，因为如果这些灰色地带它可以去集体的破坏这些海缆的群聚的这些接收站的话，那它就有可能直接的去损害所有的在附近的这些海缆的一个集结点。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重点。然后第三的话，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没有海缆的修复船，
那全世界，我知道日本自己有海缆的修复船，那我觉得我们在未来3年内应该要编列预算去采购或者是建构自己的修复船。那这个可以透过民间公司协力的方式，因为在日本就是透过 NTT 电信公司来做的这修复船。那我们其实也应该，比如说中华电信啊这些，应该都是有可以扮演相对应的角色。您认为就是说，你有希望一个跨国际的组织这边可以去做一个就是比较通盘的一个保障或者是保护或者是谴责或者是的部分，你有属于目前现行的组织有适合的角色？我觉得我知道北约那边开始有在想一个跨国的一个海缆联盟，然后但是它是因为针对波罗的海这一边，那我的研究，我是有了解到说，在这个太平洋这个地方是由日本、韩国跟中国共同去做 seabed 的 mapping。那这个部分，如果中国在里面的话，我觉得我们要能够参与的机会是很小的。那是不是透过美国在这边去举行一个国际海缆安全会议？然后这个部分来去形成一个新的联盟，我觉得这个是有机会的。那台湾也应该主动的去提出说，台湾可以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或甚至于是在台湾来举办这样的国际海缆安全会议，类似这样的。